众人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。魏蓉蓉捂着嘴，嘴里疼得她都要失去理智了。魏安宁！她一开口更绝望了，她说话漏风。魏安宁重新拖着夏河氏，将他丢在一旁，看着夏河氏3号的小屏幕如约而至。原主在夏家的日子吃不饱穿不暖，早上起来就得伺候一家子，最后还差点被夏河氏200两银子给卖了。夏河氏，我且问你们是怎么来的？我们自己来的。三丫，娘实在是想你了呀，这些年要不是娘，你能活到今日吗？当年有人让你收养我，又给了你银子，让你们折磨我，这件事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夏河氏，你上个月不是才想200两银子卖了我吗？殿下，还是把他家那个老头和儿子一起杀了吧。动手！楚成渊吩咐下去，刀子再次落在了夏河氏的儿子和夏老头的脖子上。哎，别动手！我说，是他。夏河氏指着徐凌宁。对，是我。怎么？你敢乱认？今日我便替父亲做主，把你逐出徐家，将你送去淮江老家，让你看守祖坟，一辈子不得入京。徐明白努力控制着掐死弟弟的念头，他真怕一个忍不住就灭亲了。大义不大义的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脑子坏了的弟弟早晚会毁了整个家族。妈，太子妃，此事与他绝无关系，他在家里早就失去自由了，今日能来此地，还是因为您的请柬。殿下，还是动手吧，咱们顺便派人去他的老家梅家村，把他娘家人也都给处置了。你敢？动手吧。楚成渊十分耐心，听魏安宁的每一次要求，配合他演戏。哎，别！这次你再说错，可就不等了。毕竟在我眼里，你们都该死啊！是他，就是他让的。他说你在京城过上好日子了，是太子妃了，让我们来京城找你，还说只要我们能在这儿给你添麻烦，他就给我们在京城里买大宅子。你信口胡诌！魏安林厉声否认，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一家子给宰了。这家子真是蠢货啊！来人，抓起来！太子妃，你抓我们这么多人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七皇子也觉得心慌了。太子妃这是做什么？除了安国公夫妻，还有他家大公子没来之外，和魏安宁有点联系，并且对他有恶意的人都在这儿了。三丫，我们能走了不？你给我们拿点银子，我们就回老家去。银子？想离开？我说过放了你们吗？现在你们家除了这丫头之外，你们3个人都去打他们。啊！夏河是吓坏了，这可都是贵人呐。现在你们一家子去给我打，我让你们准备的东西准备齐了吗？魏安宁吩咐下去，下人早就将在茅厕里泡过的藤条拿来了。魏安宁！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喊得凄惨。快点儿，不然我现在就送你们去见阎王。魏安宁催促他们。夏家人哭丧着脸，谁也不想死。很快，恶臭之中夹杂着这些人的骂声。魏安宁如愿地听到3号的声音：原主负能量团减少，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500，获得商城积分50万，累计积分117.5万。一时间，太子府这花园里场面脏，味道臭，被请来看热闹的几人纷纷后退，恨不得能一下子退出太子府，退回自家去。魏安宁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最好祈祷你别落在我手里。五皇子气红了眼睛，看着已经晕过去的魏蓉蓉，眼中泪意涌现。蓉蓉，她最皎洁的月光啊！原主负能量团减少，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100，获得商城积分10万，累计127.5万。这会儿人太多了，魏安宁也不知道是谁贡献的，但都一样，这些人啊，都是他需要报复的对象，不分彼此。使点劲儿，你们家的人是没吃饭吗？安宁，你不得好死！这世上为什么会有你这种毒妇？你活一天，我就跟你没完一天，咱们誓死方休！大皇子被鞭子甩在脸上之后，忍不住痛骂：你看看你们，一个个的又脏又狼狈，哪有一点皇子的样子？你们站在我太子府的花园里，都是我们家花园的耻辱。你们活着一天，我们家的花园恶臭就难散。你们这样的人，怎么配合我家殿下争呢？谁再敢争，会比今天还惨。温安宁这语气抑扬顿挫的，说完，五皇子都差点气晕了。他还要不要脸了？
太子妃说的真好，你们觉得孤的太子妃说的不对吗？几个人齐齐摇头，就跟训练过的一样，节奏整齐划一。既然不觉得，为何不鼓掌？孤的太子妃言语之妙，难道不配？不等他们鼓掌呢，太子府的侍卫和这边伺候的下人立刻配合。几人见状，生怕自己晚了，也被这夫妻俩吊起来打，赶紧鼓掌。皇兄，你如此纵容你的太子妃倒行逆施，就不怕？说什么呢？你们忤逆孤，这是倒行逆施。孤的太子妃教教你们规矩，这不过是顺势而为。孤是太子，做什么事儿也不会错，就算是错的，孤做了，那以后就是对的。就比如钟云州的事情。楚成渊提起钟云州，七皇子更恨了。今日大朝会上，太子居然因为钟云州的事情，执意要拿他舅舅回来问罪处罚，就因为明州没有按照要求调水给钟云州。你为了一己私欲，要害死贤臣，皇兄，早晚你会作茧自缚。该死的，等他日后当了皇上，一定要楚成渊血债血偿。再用点力气，看不见他还能不说人话吗？魏安宁悠悠地站在夏金贵身后，拿过鞭子，亲自给了七皇子一鞭子。这鞭子直接打在对方脸上。这样顺眼多了。就照这个力度打，我不满意的话，可就要打你们了。好妹妹，你怎么晕倒了？既然晕倒了，那就放过你吧。我善良一些，只要你这张脸。别！我的脸没事吧？魏蓉蓉表情惊恐，然而下一秒她就尴尬了，看着其他都在挨打的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看她。你敢装晕，我就毁了你这张脸。她不敢晕了，心里恨透了魏安宁。魏蓉蓉，几位殿下，还有徐大人家的徐小公子，他们都心悦你，都是为你得罪了我吧？还有魏安林，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很好奇，这些人里谁对你更重要呢？我打算一会儿将他们送到菜市场，让大家也都看看他们的狼狈样子。但是我这个人心善，他们里面你可以选出一个人，不用去丢这份人。怎么样？你要选谁呢？魏蓉蓉被问，脸色和见了阎王爷一样难看，她不敢置信。温安宁怎么敢的？你怎么不说啊？你这是全都要吗？可惜只能选一个呀。我不知道姐姐在说什么。姐姐，我不过是个弱女子，就算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姐姐，姐姐也已经报复回来了。几位殿下，还有哥哥，还有徐家哥哥，都只是可怜我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能得到大家的帮助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，羞辱他们呢？他们是皇子，如何能在那样的场合这么狼狈的露面？蓉蓉，你别说了，不要理这个恶妇，我懂你。几个人盯着魏蓉蓉，让魏蓉蓉恨不得和魏安宁拼了。贱人，这个乡下来的贱人！哥，你救救我！好弟弟，你想怎么死，哥哥给你准备一下。放心吧，你死了咱们徐家就不丢人了。反正爹娘也还年轻，我觉得太子妃对吴大人的建议还很有毅力。我也该劝爹娘为了这个家多生几个，实在不行我早点成亲多生几个。这个家没有你，未必没有兴旺的人丁和美好的未来，但是有你的话，100%没有未来。徐宁白一开口就是老阴阳人了，一句话让徐凌宁恨不得现在就死。姐姐，算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放了大家吧，你这样传到了宫里，那你就死定了。我是太子的太子妃，他们几个是皇子，徐凌宁是受害者，而你是我和他们之间有局域的罪魁祸首。你一个人让3位皇子为你受苦，好厉害啊，妹妹！快些选，我数一个数，你选不出来的话，这个机会也没了。一个数，那和不数有什么区别？七皇子。蓉蓉，殿下，蓉蓉知道，不管选谁，殿下都不会怪罪蓉蓉的。殿下就原谅我这份任性吧。五皇子心脏疼啊，可是他舍不得魏蓉蓉哭，但是一想到这份背叛，他又生气了。大皇子都傻了，他被放弃了，这可是救了他的人，是他心目中的女神，他怎么敢不选他？来人，把这几个人都拖出去，就拖去菜市场。楚成渊愉快地吩咐下去。这种事儿还是他来说，才能在日后让这些人和父皇都无话可说。
太子楚成渊，你还真的？你疯了吧？我可是大皇子，我是你长兄楚成渊。大皇子是喊着被拖走的，五皇子整个人都处于被打击之中，没有动静。这个院子里就剩下魏蓉蓉和七皇子没有被拖走。魏蓉蓉脸色不好，她这次完全掉在了魏安宁的坑里，比挨打还要更难受。魏蓉蓉，从今天起，夏家的人就住在你们安国公府。明天开始，他们每天都要带我给你们一家子一人10个巴掌。如果你们不愿意，那我就亲自去府上。如果他们意外死了，你们可能也会出意外。至于魏家，每天不准给夏家人好吃好喝。现在带他们走吧。把人都送走。年宁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。魏安宁因为嗅觉比寻常人都灵敏，楚成渊说的对，是得换个地方。那你还不快些走？好。楚成渊抱着自家太子妃往外走，看到门口的来宝，吩咐下去：将这收拾干净，以后也记得啊，太子府所有人，只要太子妃让你们做什么，你们都要和今天一样，什么都不用问，只要听话就行了。楚成渊叮嘱了来宝，便快速带着魏安宁回了琳琅蔷薇阁。宁宁不看我，一直看着那些花做什么？殿下，还是先去沐浴吧。魏安宁觉得他和楚成渊的身上都有不好闻的味儿，下次他得换点别的办法。情动的楚成渊不知道啊，那双含情的眼里写满了委屈，眉间情态竟换作不可置信。菜市场，皇城的东菜市场平时就是热闹地方，今日比往日更要热闹几分。太子殿下有令，你们就在这里等着。太子府的侍卫首领江天硬着头皮冷脸吩咐他们，实则心里慌了一批啊！哥，你求求啊！你为什么就忍心看着我？也不知道这个魏蓉蓉给他弟弟灌了什么药，看看这蠢货的样子，这蠢货不吭声，谁会认出来他是谁呀？不过太子妃可真是有手段呐，就将这些人晾在这儿。菜市场的人大多数都是普通百姓，如何能认识这几位呢？他们这一天里都会在害怕、担心以及庆幸之间来回循环。这都是谁呀？他们都得罪太子府了？哎呦，咋这么大的胆子呢？谁说不是？看看这一个个长得还都怪好的。可不是嘛！哎，你瞧瞧那个，脸皮长得比姑娘都俊。人群指指点点，被讨论的一个比一个安静，一个半时辰后，太子府的琳琅蔷薇阁里，魏安宁随意地躺在楚成渊怀里。楚成渊这会儿好似厌足的猫一般，毫无半点攻击力，乖巧、温顺、漂亮。雪翠，传话到前院的来宝那儿，告诉他可以让咱们府上的侍卫回来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天都暗了，咱们的人还得回来吃饭呢。是，奴婢遵命。你多看看我如何？魏安宁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红唇堵住了他的废话。亲够了，看着楚成渊微喘的样子，反问他：这不是看你了？不是这样的，当然这样他也喜欢。殿下怎么不说话了？殿下不说，那我来说。殿下，明日我便与你那一场造化，至于殿下想要怎么用，那就都是殿下自己的事了。魏安宁很想现在就给他祈雨符，但是他凭空拿出来还要解释，两人之间还是有点秘密比较好。清早，魏安宁早早便醒了，看着一旁还没醒的楚成渊，他没动弹，悄悄在3号系统商城里买下来祈雨符。恭喜主人获得祈雨符，扣除100万积分，累计余额27.5万。魏安宁将祈雨符丢到桌子上，心疼得要命。这可是他毒打绿茶和脑子有病的蠢货用体力劳动换来的。宁宁，谁这么早惹你生气了？今日没有朝会，我不去上朝，咱们再睡一会儿。你要的下雨办法在桌子上，不去看看？听他说完，楚成渊干脆抱着他就到了桌前，看到桌子上的祈雨符，这是一张看着很普通的纸。楚成渊收下了这张符，语气里的还是那般缠绵。宁宁赐我至宝，我该怎么答谢宁宁？让我想想啊。不必想了，我身无长物，唯有此身，只能以身相报。楚成渊说完，就抱着魏安宁重新回到了床上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刚才来宝管家递话进来说，徐大公子求见。徐宁白，他不在家打弟弟，来太子府捣什么乱？
还好徐宁柏来了，不然他岂不是要去第3次沐浴？徐宁柏，闲着没事你不去当你的差，来姑府上长什么不自在？徐宁柏暂且把太子的脑子有没有问题这件事儿抛诸脑后，他态度变得严肃。殿下，中云州那边传来了新消息，那边的灾民暴动了。仔细说说。咱们回来之后，那边就乱起来了，说是百姓不满中云州的官差不作为，想要去抢粮仓，被官差镇压，而后一伙人揭竿而起，这就闹起来了。这消息是我在中云州的人飞哥传回来的，只怕明天官家消息也要到圣上耳朵里了。殿下，您中云州的事那天就交给姑了，这是押解明州知州回来等死的代价。这乱子大概也是某些人故意为之，想让明州知州戴罪立功，最好能给姑再制造点麻烦。楚成渊大概能猜到是谁干的，除了七皇帝这么急也没谁了。来人，去请姑的舅舅过来。楚成渊吩咐下去，外面伺候的来宝马上就知道找哪一位了。吴家的老爷们，殿下最看重的就是吴光和大人。徐宁柏总觉着太子没想干什么好事，不过反正倒霉的是吴大人，也不是他，他的心也终于没有不安了。徐宁柏，你不必屡次试探，姑的决定不会有更改。你还有其他事？下官家中的弟弟，我这弟弟就好像是中了邪一样，喜欢安国公府的那个魏蓉蓉都要疯魔了。我爹听闻最近他做的事情，已是气得立志出家，恨不得给他打去奈何桥喝汤。如今这……几个人说话功夫，吴光和的人都来了。舅舅，今日看着精神不错，考虑学一学祈雨吗？学会了就去给中云州的百姓下一场雨去吧。吴光和满脸写着震惊，满头问号。他大外甥说这事儿说得轻飘飘的，随性的就和上次告诉他让他再生个继承人一样。我的殿下我别去学什么祈雨，我直接去学做法，化身雷电法王，一下子劈死你老子，这天下都归你了，不是更好？到时候你还能封我个护国公等等。做法太难了，舅舅你学不会。楚成渊对吴舅舅表现出的愤怒并不予理会，很中肯地评价了他这位舅舅的本事。你还知道难啊？祈雨就不难了。他怎么不反驳我说劈死皇上的事呢？做法我学不会，祈雨我就行。你咋不让我直接上天呢？要不然我给你当外甥吧。坐在另一侧努力憋笑的徐宁柏终于还是没忍住。你笑谁呢？笑我的话你去祈雨，笑我大外甥的话，谁跟你的胆子笑话太子殿下？吴光和一肚子火气，直接冲着徐宁柏就来了。徐宁柏微笑不语，这种时候他只要不开口，吴大人的脏水就泼不到他这儿来。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而且姑更相信舅舅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姑为舅舅联系白山关的青云道长，今晚他就能到。明天你就在家好好学吧，明晚咱们就出发。楚成渊再次无视了吴舅舅的绝望反抗。外甥媳妇，太子疯了，你不能疯啊！我像是会祈雨的样子吗？舅舅可要努力认真啊！下一场大雨，等这次回来，您可能就是国师了。国师？哼，他直接师变还差不多。你外公日日念着你，还念着你娶了太子妃的事儿。殿下忙完这次中云州的事情，和老爷子也见上一面吧。吴光和补充了最后这一句。没办法，他娘只要一见了殿下，就会想起先皇后，这眼泪就止不住了。这1-2年间，老太太眼睛因为常年痛哭，已经要瞎了。好，来人，送姑的舅舅回吴家去。说这么多，我还得学祈雨，大外甥疯了吗？你这是真要谋杀我这个亲舅舅？带走吧。楚成渊不愿意和他废话，祈雨符的事儿他也不准备解释，毕竟有些东西是越解释越麻烦。徐公子，关于你弟弟的事儿，我最近忙，暂且顾不上他。不过他在庙里的伙食就不用太好了，千佛寺的寺庙打扫都归他了。伙食每天给他半碗饭就行，别饿死他，也别累死他。但是也不行他活得太好，我会7天去看他一次的。太子妃7天去一趟，不会就为了看看他受尽折磨的样子吧？不，我是去打他的。太子妃放心，我回去便让家父安排此事。徐宁柏对这个蠢货弟弟除了死活之外，其他的事儿也并不在意。徐宁柏，你也该回去了，中云州的事情自有姑做主。
那在下告辞。徐明白可不想自己跟吴大人一样被丢出太子府。娘娘，他人都走远了，看他做什么？自然是看他为什么比殿下丑这么多。殿下，你明日要去中云州？娘娘也同行好不好？中云州啊，吴安宁记得原主似乎也有过对中云州的记忆。娘娘，楚成渊见他一直不答应他，将他抱起来，与他面对面，让他不准无视自己。娘娘，你不愿意陪着我一起吗？不准当光。好啊，我同你一起去。楚琳琅，快收收你的委屈，我都答应你了。楚成渊低声轻笑。好，我不委屈。深夜，琳琅蔷薇阁里，楚成渊半倚在床的外侧，将魏安宁拢在了床内，看着他早已熟睡的脸，想着不久之前的隐秘画面，开心的想把人喊醒，再做点什么。不过可惜，大概要不了半个时辰，宫里就该紧急的开小朝会了。殿下，姑已经知道了，你不必再说话，吵醒了太子妃，你有大罪。外面太子府的马车早已等候，宫中来传旨的公公大气儿都不敢喘。这个时辰来太子府传旨，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啊？清早，当魏安宁醒来时，楚成渊正躺在他身边。楚琳琅，把眼睛张开。娘娘早呀，今日咱们去中云州的事已经定下。他话没说完，剩下的话便被魏安宁堵住了，半分挣扎都没有。楚成渊环着魏安宁，任由他随意采撷。还想？咱们不是要去中云州吗？还要等舅舅过来，还不急。楚成渊说着，伸手便要搂他回来。外面雪翠恭敬地敲门。太子妃，太子殿下，来宝管家说吴大人到了。吴大人，昨日的事情你竟苦恼到现在。吴光和复杂地看了他一眼。不是。那大人这一副准备参加葬礼的表情。太子和太子妃让我的大儿子来做客，但是他昨天就不在家，现在还彻夜未归。不瞒你说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他现在怀疑吴应元这个倒霉玩意儿是不是去跟随七皇子了。这次七皇子也是要去中云州的，要是两边撞上，让殿下在七皇子那儿看到吴应元，吴光和觉得他现在跳护城河还来得及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。舅舅，昨日姑和太子妃等了许久，都没见吴应元来啊。应元他昨夜彻夜未归，他平日里去的地方我也都找过了，根本没人呢。等从中云州回来，姑与太子妃等着他登门谢罪。楚成渊说着，便与魏安宁一起上了太子府的马车。吴光和麻了，怎么着？昨天还是做客呢，中云州回来就是要谢罪了？再过半个小时，是不是直接给他儿子办葬礼？娘娘，外面有什么好看的？殿下不许我看街景，那我该看什么？自然是看我，这街景有我好看。楚成渊自信极了。楚琳琅的确比街景要好看，如果不打扰我看街景的话，就更好看了。娘娘真是敷衍。他虽是这么说，可是手已经推开了车窗，长臂一勾，便将身边的魏安宁抱了过来。娘娘喜欢什么，我就喜欢什么。第二日下午，太阳快落的时候，太子府的一行人便已经到了中云州。殿下，咱们已经到了，这会儿中云州的城门未开，徐宁白已经派人过去问消息，咱们暂且在这儿稍等片刻吧。娘娘，这就是中云州，咱们下去看看。你要是喜欢啊，这次平乱结束，就改名叫宁城。外面吴光和面无表情，大外甥的狂言真是越来越多，他还是聋了算了，听这些多危险啊！天哪，这中云州还没进去呢，太子殿下就想着平乱之后给中云州改名了，他干脆直接在中云州自立当个野皇帝得了。好啊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叫什么宁城呢？叫宁渊城。两位小祖宗，快下来走动走动吧。殿下，那边有人。瞧着像是七皇子府的马车。殿下，我去看看什么情况。说着他就要跑，他必须得先去看看逆子没在七皇子的队伍里，如果在，他得先想办法让那个逆子滚回京城去。舅舅不必去了，姑很想看看你在恐惧的是什么。很快，七皇子府的人也都到了。
比起楚成渊带来评判的人，七皇子带了有100人左右的侍卫，还有皇上的御赐宝剑，见此剑如同见到皇上亲临。拜见皇兄，还以为皇兄此时应该已经进城了，没想到皇兄身负评判重任，竟然和我们一样的速度，而且还带着皇嫂一起来的。这样严肃的事情，皇兄带着女子同行，皇兄莫不是并不在意这中云州百姓的死活？七皇子话刚说完，吴安宁二话没说，随手就是一拳头朝着他的脸砸了过去。七皇子冷笑，迅速拔剑阻挡，谁知道剑刚拔出来，就被一旁的楚成渊给挑飞了。这下一秒，吴安宁的拳头就精准地落在他的嘴上。吴安宁，本宫是父皇派来此地修建水渠、监督秩序的钦差，你敢打本宫？你嘴巴太臭，说话味太重，熏到我了。你怎么总是不尊重我这个皇嫂呢？皇兄，那是父皇所赐宝剑，你怎敢挑开？你这是不敬父皇，就不怕？怎么，父皇在此估计会怕？太子殿下难道就一直这么纵容太子妃欺凌他人？近日他甚至连七皇子都敢欺辱，如此下去，这京城里可还有规矩可言？七皇子的人群队伍里，武应元在接到身边小侍卫打扮的心上人一个委屈无助的眼神后，立刻雄心万丈站了出来。他一出来，吴光和恨不得现在就冲到这中云州那干涸的护城河里算了。吴安宁在看到吴应元之后，3号的小电影就再次出现了。他出现在了原主面前，眼神如同看蝼蚁一样。他们都说你的存在就是蓉蓉的污点，都想杀了你。感谢我吧，我给了你一条活路。来人，把这个脏东西送去碎红楼。一句话让原主最后一丝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小屏幕结束，吴安宁看着眼前的吴应元，他可比吴光和要来得直接，二话不说，一把把冲出来护着七皇子的吴应元给抓住，然后一顿暴打。住手！你如此作恶多端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吴安宁的手就没停下，一直到听到了悦耳的声音。原主负能量团减少，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50，商城积分加5万，累计32.5万。魏蓉蓉，滚出来吧！他们口口声声说我家太子殿下带我出行，是不在意此地百姓。我想知道，你是跟随这个蠢货出来的，还是跟随七皇子出来的？别躲了，东边最矮的那个蠢货。去，把太子妃说的人抓过来。舅舅，我就说你该重新生一个继承人吧。长成他这样的，多半是废了。吴光和听了大外甥的话，也不敢接茬。大儿子是吴家精心培养起来的，这几年他可没少在太子殿下面前夸这个好儿子。结果现在儿子在殿下的敌人七殿下那边为人家出头呢，他哪敢说话呀？就怕说话，殿下学着太子妃的样儿，给他也来那么一拳头。舅舅，去年上元节到姑的府上，痛心疾首地说姑不作为，说吴氏一族的忠诚和努力都成了空的，是你吧？这就是吴家为姑准备的忠心耿耿的天才家主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好妹妹，又见面了。温安宁一脚就把打够了的吴应元踹到了魏蓉蓉面前。姐姐，你看不惯妹妹，只管打妹妹就是，为什么要对吴公子下手？他好歹还是太子殿下的表弟，是吴大人的嫡长子，你这般岂不是在折辱他们？我可不敢乱说，这孽障仗着平日家里人对他的纵容，竟敢连太子妃都敢羞辱，我看他是疯了。太子妃打他，那是在救他，要是换做本官，直接活活的打死了事。逆子，你还躺在那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滚回京城去！吴光和恨不得能有什么特殊能力，一脚就把人发配回京城去。我不回去。别，你愿意给太子表哥当狗，那是你的事。我身为吴家下一任家主，我吴家不能……你现在不是了。吴光和听的是心惊肉跳，这倒霉孩子，自己作死不要拖累他呀！你不再是吴家的下一任家主了，吴家的事与你无关。现在都给姑好好的正视我家年年的问题。好妹妹，这一次你选谁啊？如果是七皇子，那他适才说我与我家殿下的话。我家殿下心系此地百姓，我作为太子妃与他夫妻同心。七皇子故意扭曲我们的意思，试图抹黑当今太子，还双重标准，贼喊捉贼，自己留一个无亲无故的女子在他的队伍之中，此事都不用回京城了，在这儿我家殿下就可以降罪于他。
太子妃一拳头不把人给砸没了呀？哎，等等，那几位挨揍的皇子和魏家人，还有他家的逆子，现在都好好活着呢。太子妃是个好人呐。吴光和震惊半天，得出了这个结论。多温柔啊！这要是动真格的，他在京城都能吃好几顿席了。都听姐姐的。原主负能量团减少，恭喜主人获得复仇点100，获得商城积分10万，累计42.5万。太子皇兄，您好歹赏罚分明，为何对他们2个人都只是罚？你误会了。已经再次站在温安宁身边的楚成渊闻言，随便回了他一句：误会。七皇子狐疑，下官中云州知州薛忠拜见太子殿下。中云城5000将士3位千夫长同来迎接殿下。七皇子一见到这人过来，立刻收起刚刚的狼狈，而吴应元则是被太子府的人给压了起来。姑知道了，等姑一下。来人，把七皇子吊起来，就在中云州的城门上打上30遍，3个时辰后再放下来。七皇子初来此地，便言语折辱姑与太子妃，太子妃为姑教训了他，可姑还没为太子妃教训他呢。这是姑3媒6聘，名为正娶的心上人，容不得任何人抹黑欺辱。在场知道实情的人和不知道的都沉默了，尤其是刚来拜见薛忠，他都要傻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好好的2位殿下一起，他还觉得这下稳了，结果直接就打起来了。够了，楚成渊，你欺人太甚！直呼姑的名讳，再加10遍，别打在要害了。他明日还要去监督修建水渠。楚成渊又叮嘱了一句，才准备去办事的吴应潇僵了一下，然后木着脸带人就去拿七皇子。他们人多，再加上是太子的命令，七皇子的人不敢动。楚成渊，你鞭挞你亲弟弟，我回京一定要和父皇告你！薛大人，正事要紧，先入城吧。好，下官这就带路。薛忠压着心里的震惊和不解，赶紧引众入城。一路上他都十分警惕。中营州的第一城，城内的情况远比他们知道的还要更严重。被烧毁的房屋，躲在快坍塌的房屋下惊恐绝望的百姓，还有因为动乱而死来不及埋葬的人。这座城里死气沉沉。殿下，外城的这些百姓因有作乱的贼子混在其中，所以下官把外城和内城隔开了。下官自知无能，还请殿下救救这城中百姓。孤来此就是为了救中云州。中云州之乱，其余在于久旱而不逢甘霖，导致人心绝望。第二是缺少米粮。传令下去，即日起，明州、中云州2仓开仓放粮。徐宁白，明日你去明州，责令明州开仓放粮。不听话的，那就别活了。至于天旱，楚成渊看了眼舅舅吴光和，指向了他。孤早已请了道长，教导吴大人如何祈雨。事不宜迟，半个时辰内，你们搭好祈雨祭坛，告知全城百姓，今日天命在孤，孤要雨，就是只学了1天祈雨的人，也能求来苍天下雨。孤赐他们这场造化。他说的霸气，好像老天是他儿子一样，但是周围的人都很安静，好像整座城池都变成了哑巴。温安宁就是在这安静里很给面子的给楚成渊的发言鼓掌。要不是常年为官，他人可能都要晕。他还以为太子殿下信心满满的能说出什么好办法，结果就祈雨。吴光和面如死灰，好像已经没救了一样，在众人的安静里平静开口：别愣着了，快点散播谣言，不对，快点传殿下的令，赶紧建祭坛，我好祈雨。来人，奉太子令，马上去建造祈雨祭坛，半个时辰之内务必要建好，就建在……薛忠不知道楚成渊想建在哪里，就建在这内城和外城的交界。楚成渊指了指前方，也得让所有人都看见，天命在他，他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如此天上下雨和即将到来的赈灾粮食，再加上这神迹，动乱的百姓必然会动摇。都别愣着，赶紧动手！吴光和叹气儿，认命地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上了祭坛。吴光和按照青云道长教的开始走流程，不只是面如死灰，他的心也要死了。雨来！一瞬间，场面变得更加安静了，尴尬的气氛在不断的蔓延。祈雨祭坛下，
楚成渊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按照之前魏安宁教他的，将祈雨符不动声色地捏碎。顷刻间，祭坛周围狂风刮起，天上黑云涌动，任谁都看得出来，这是要下雨了。薛正猛地打了自己2个嘴巴，疼得直咧嘴。居然是真的，就这么在台上摆了几下，就有雨了。太子殿下，薛中代中云州百姓多谢殿下，殿下真乃天命所亏。等中云州度过此次劫难，老臣定为殿下赴汤蹈火，纵是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惜。起来吧。楚成渊说着，便同魏安宁一起走上了祭坛。中云州外城的百姓，但凡是被有心人蒙蔽者，现在站出来，不恕你们无罪。剩余不愿意站出来的，一个不留。你们要雨，孤赐你们雨；你们要粮，孤赐你们粮。接下来，明州会引水入中云州，所有百姓都可安然无恙度过秋日里这场播种。朝廷对你们的救援，也会一直持续到粮食成熟。如此还不愿投降的人，便是借此事反我大齐，犯大齐者，杀无赦。吴安宁跟着楚成渊下来的时候，反手一拳就把这些人建了半个时辰的简易祭坛给打了个粉碎。不要有什么蠢想法，也别想伤害他，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命。来人，给孤计时，孤只等1个时辰，1个时辰后，这片地方全部肃清。暗处那群故意煽动此事的人也都麻了，这怎么办？他们也出去，但是他们本来也不是周云州的人呐，不出去一会儿抓住他们，直接就宰了。薛大人，后面的事情能处理好吧？太子殿下放心，下官先送您和太子妃去安顿下来吧。这场动乱因为祈雨符的存在变得过于简单，太子一行人跟着在薛中的府上安顿下来。薛家后院，楚成渊轻揽着魏安宁，两人发丝缠绕。楚琳琅，平乱的事情结束，我们回去的时候带上魏蓉蓉还有七皇子。好啊，听年宁的。你就不问问为什么？年宁想做的事情，故不用问。楚成渊亲昵地缠着魏安宁，好似不将她融入骨血之中不罢休。他的声音也很媚人。年宁，你看看我，不想我吗？楚琳琅，你是哪个山的男狐狸化形吧？那你喜欢吗？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，吴大人来了。殿下，过会儿再喜欢你吧。外面吴光和一进来，就看到大外甥堂堂8尺而郎，大齐的太子殿下承载他吴家泼天富贵的楚成渊，在跟魏安宁撒娇。一瞬间，他进屋的动作都顿了一下，也不知道是先戳瞎了自己眼睛，还是先跑。根据多年和大外甥打交道的经验，他来的绝对不是时候。舅舅，我真的不会做法也不会下雨，更不可能变成雷电法王，劈死你老子！谁说这个了？你会不会？姑难道还不知道？那吴光和松口气儿，只要不让他去做法，啥都好说。姑身为太子，平乱之后应该与百姓一心，与薛忠他们这群人一起主持大局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。大外甥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办得妥妥的。大局就不用了。姑听吴应潇说，他想去工部，就是因为受舅舅影响，外城的房子都被烧毁了。这2日，行，殿下放心，我一定督造好。薛忠自会督造，舅舅你就去盖房子吧。楚成渊语气和平时没什么两样，一瞬间，吴光和愣住。什么？我与宁宁在此地待着的时间，舅舅你就在城外盖房子。太子的亲舅舅带太子帮助中云州百姓盖房子，亲力亲为，不好吗？盖房子？他当了祈雨道士，现在又要去当木匠。舅舅还愣着做什么？今天也算，姑与太子妃送你去。吴光和都不知道自己是咋出去的。他的身后是楚成渊和魏安宁2人。路上，魏安宁一直琢磨着怎么能让他的利益最大化，能让七皇子更屈辱一些。而城门口，七皇子还吊在那儿，无人在意。殿下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都是蓉蓉没用，蓉蓉不能代替殿下受苦。蓉蓉，咱们还是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进行。再有1个时辰，我就被放下来了。此刻狼狈算不了什么，接下来才是关键。七皇子想到他的计划，屈辱感少了一些。楚成渊这会儿再嚣张又能怎么样？等到他的计划完成，中云州所有的风头都会是他的。吴大人，
您怎么还不休息？这大半夜的不累吗？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怎么也一起来了？吴光和一脸哀怨地盯着他，他不想休息吗？他这不是被打发出来了吗？接下来我会把这些房子都重新盖起来。吴大人，理想和现实是有区别的，想在殿下面前表现也不能这样啊，要不然我给你找个大夫。老薛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该治病话吗？该治病的是我那大外甥啊！这好好的沉默寡言的大外甥，怎么一成亲就跟变了个人一样啊？舅舅的一片好意，姑不忍拒绝。楚成渊淡淡的一句话，让薛忠看吴光和的眼神更怪了。果然，吴大人脑子有问题。姑有令要传，薛大人同姑和太子妃一起吧。城门口，姐姐，妹妹求你了，妹妹知道太子殿下都是为了姐姐才会将七皇子殿下吊起来的，都是因为妹妹得罪了你，你怎么打我都行，求你了，妹妹愿意带七皇子殿下受苦。3号的小屏幕如约而至。上辈子原主因为一直被折磨，生不如死，陈老夫人心疼他，想要为他相看个好人家，便带他去参加了安阳王妃的生辰宴。魏蓉蓉担心魏安宁脱离他的掌控，重新振作起来，于是他一通设计，污蔑原主勾引安阳王世子。姐姐她糊涂，蓉蓉愿意带她受罪，还请王妃不要将事情传出去，说是魏家的名声毁了，蓉蓉宁愿一死保全自身清白。小屏幕结束，魏安宁发现，真是每次对上魏蓉蓉，她都能看到更离谱的。好妹妹，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呢？我根本不吃你这一套啊！魏蓉蓉一愣，有些茫然。来人，把他也吊起来。他不是说了吗？愿意陪着七皇子吗？一起吊着。魏安宁话落，魏蓉蓉马上就被五花大绑吊了起来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恭喜主人，原主负能量团减少，获得复仇点100，获得积分10万，累计52.5万。难得有蠢货愿意和七皇帝同甘共苦，姑很感动。再多吊2个时辰吧，也让七皇帝多感动一下。七皇帝的人在这围着做什么？真是浪费啊！来人，传令下去，责令七皇子带来的所有下人，即日起都去城外村落，帮助各地百姓进行秋耕，每天一个村子。这些人是跟随我来此修水渠的，我就……如果这些人做不到，姑就每日鞭挞你30遍，让太子妃动手。楚成渊心情极好，宁宁可真是聪明，多好的办法呀！反正在这儿，他这个太子最大。等回了京，父皇也不会有什么处罚，这是当年母后为他留下的依仗。宁宁，咱们回去吧。一大早，钟灵州的各种流言里，楚成渊和魏安宁2个人已经是天神下凡来拯救他们了。魏安宁看到薛忠来了，便问道：薛大人，七皇子和我的好妹妹从城门下来多久了？太子妃娘娘，七皇子他们已经下来快2个时辰了，现在正在城内驿馆休息。休息？年纪轻轻正是干活的年纪，他们怎么睡得着呢？太子妃说的有道理，姑见不得他们太安逸了。薛忠，你去把他们喊起来，让他们到这儿来。是，下官这就去。等到了府院正门的时候，撞见了半死不活往外走的吴光和。吴大人，薛忠震惊，薛忠不懂，吴光和这一晚上做贼去了。吴光和脚步都虚浮了，回头看他一眼，眼都花了。会死的木头？不对，是薛忠。吴大人，你怎么这副样子？你可是太子殿下的亲舅舅，你是要扶着太子殿下一步步走下去的人，你看看你。吴光和只想给薛忠一巴掌，这老东西他知道什么呀？大外甥就该让薛忠这个老东西也跟他一起去盖房子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。吴大人，你精神点吧，不行我让府医给你开些药。下一次他一定不得罪大外甥了，以后再去找大外甥，先让应萧去。大外甥不高兴，罚的也是应萧。楚成渊与魏安宁洗漱更衣都结束之后，魏安宁就被他缠着带到了软榻上去。在他要俯身过来时，魏安宁手轻轻的就抵住了他。今儿个我还有戏要看呢，晚些时候再说。宁宁，姑不好看吗？我发誓，楚琳琅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男人。那你怎么不想要楚成渊更委屈了，魏安宁都沉默了。听听啊，这是什么话呀？他人都要被榨干了。好在薛忠办事非常有效率，
在楚成渊刚凑过来准备做点什么的时候，薛忠来了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，七皇子已经带到。进来吧。很快，人被带了进来。不知皇兄这个时辰喊臣弟前来，又是所谓何事？我带来修水渠的人都已经被你送去耕地了，我也被你责罚，现在我还能做什么？娘娘，听说村子耕地之后就需要上粪，就是你们了。魏安宁！七皇子几乎是暴吼，才喊出来，一脚就被踹飞了10几米。你怎么又忘了喊皇嫂？魏柔柔都急得出汗了。他的殿下是准备在城内下毒的，可不是要去城外挑粪的。薛忠，别愣着了，立刻准备马车，孤与太子妃亲自送他们过去。哦，对了，将消息传出去，七皇子行为悖懒，耽误差事，不敬皇嫂，孤让他去清醒清醒。等到了小麦村时，已经是小半个时辰后的事儿了。孤与太子妃今日来此，是来看看此地受灾情况，礼数从简吧。村子里各家的茅厕应该都还没清理吧？把清理用的工具还有装粪的粪车都找出来。小的这就给您拿来。不用了，直接拿给他们俩。你们村子的地接下来就交给他们了，他们2个会挨家挨户的去掏茅厕，顺便帮你们把茅厕洗刷干净。田里耕地这些人会尽快将为你们的地上粪。魏安宁说完，村正都惊呆了。这太子妃娘娘也太善良了吧！刷茅厕可不是个好活啊，就是自己家也没人喜欢刷。都是爹的错，如果不是因为爹，这个贱人的身份怎么会被发现？还有娘，既然偷走了魏安宁，当年为什么不直接捂死他？害得我现在狼狈至此。很快，村子里的粪车还有清理茅厕用的粪桶都被拿了过来。七皇子和魏柔柔2人手里，一人被迫拿着一个粪桶，狼狈地被这些村民拽走。看着他们狼狈的背影，魏安宁如愿地听到了3号的声音：恭喜主人，原主负能量团减少，获得复仇点加300，获得商城积分30万，累计积分82.5万。负能量团轻微减少，数值累计到10再行通知主人。楚琳琅，今天我要一直在这儿看着他们洗茅厕。魏安宁觉得亲眼看着他们狼狈，今天能得到的复仇点数量也很可观。娘娘在这儿，那今日我也在这儿。中云州叛乱之事已经解决，你之前与我说的警惕城中情况，我也已经让韦应霄盯着了。今日我不需要为其他人考虑什么，今日我是宁宁的。楚成渊说着，又开始小动作的撩拨魏安宁。魏安宁回头看他，美人当前，可惜他现在心里只有复仇点。那咱们现在就去看他们掏粪。才安排完被臭回来的薛忠听到这话，差点就摔了，一直到傍晚才结束这场折磨。不是魏安宁大发善心，是村里的茅厕都刷完了。恭喜主人，负能量团减少，获得复仇点300，获得商城积分30万，累计积分112.5万。检测到负能量团松动，请主人多努力，让3号升级。皇兄，今日的屈辱，臣弟记下了，日后。小麦村的活干完了，下一个村子是丰收村。够了，我要回京，我要将在此地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告诉父皇，请父皇做主。七皇子怒火更盛，皇兄笑什么？自然是笑你单纯啊！谁告诉你没有姑的允许，你可以回京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要将我囚在此地？你疯了！我也是父皇的儿子，就算你是太子。姑知道京城传言最不可信，但是你外祖可是父皇的老师，京城里的人不是一直都在传你天赋超绝，聪明绝顶，文才武略无一不精吗？七皇帝你能蠢成这个样子，实在是让姑有些意外啊。皇兄，你仗着身份折辱我也就罢了，为何折辱我外祖？你真以为父皇能一直容忍你？七皇子彻底和楚成渊撕破了脸，这次的中云州之行让他吃了人生最大的亏。姑只是教训了一下办事不力、不尊重姑，也不尊重姑的太子妃的不成器的弟弟而已，何人能怪姑啊？但皇兄为何不让我回京？你既然犯错，自然要先受罚。安心，等姑与太子妃回京，就带你们回去了。至于现在，姑看你们做事不是做得很好吗？仿佛找到了天职。楚成渊正说着话呢，又拉魏安宁离这2人远了一点。宁宁的嗅觉超出常人的灵敏，
上次他都被嫌弃了，这次他不想再沾上什么味道被宁宁嫌弃。薛忠，将他们2个一起带回去，明天归于太子妃，送他们去丰收村。薛忠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就跟着太子胡来，等本宫回了京，定将此地的事情都告知父皇。太子且不说，你姐姐，你如此对待妹妹，就不怕回了京城被京中的人耻笑吗？你就不怕爹娘伤心吗？都闭嘴！薛忠，堵住他们的嘴，姑不想听。楚成渊吩咐下去，就同魏安宁一起上了马车。咱们晚点去城内的月老祠吧。我听闻中云州的月老祠特别灵验，咱们去求红线。楚成渊心情很好，他牵着魏安宁的手，想着一会儿去月老祠许愿的事儿。才到了大门口，却见街头方向一匹马疾驰而来。皇兄、皇嫂，你们把蓉蓉怎么了？她现在在哪里？五皇子火急火燎，今日他在京中看见了吴应元。吴应元是被遣送回京的，他那天正好出门办事儿，撞见了他被押送回来。吴应元一见到他就高声喊他，让他来中云州救蓉蓉。来人，抓起来！住手！本宫乃是五皇子，谁敢动本宫？皇兄，你这是何意？谁给你的胆子当面质问太子？而且你不是很想见魏蓉蓉吗？还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？好好待着，明天就让你见到她了。魏安宁说着，冲着五皇子就是一拳，直接砸到对方嘴上。3个人就该整整齐齐的掉牙狼狈。放开我！你们快点放开我！宁宁，咱们走吧。无视了五皇子凄厉惨叫的背景音，楚成渊重新开心起来。还是宁宁最懂他。不敢想啊，如果没有宁宁，他重新回到之前孤寂的生活里，那他可怎么活呢？中云州的月老祠在城南，楚成渊同魏安宁一起进了月老祠。平日里不信神仙的楚成渊真诚地拉着魏安宁一起拜月老。2位客人，按照月老祠的规矩，香客可抽取签文，祠内还会赠上一根红线。姑不抽签，只要这红线。宁宁给我系上。好，楚灵郎，帮我也系上吧。以后我与宁宁每去一处都要去月老祠，每一个月老祠都要给我们祝福，这红线我也都要。好啊。外面薛忠和吴光和2人一直在外等着，看到魏安宁和楚成渊出来，2人都是精神一振，可算是要回去休息了。殿下，你这是……舅舅，这红绳送你了。楚成渊说完就放到他的手里了。大外甥能不能做个人呢？我拿这玩意回去给夫人，夫人不得打死我？那个混账，自己不争气，还连累我这个当老子的。第2日清早，魏安宁和楚成渊2人用过早膳，薛忠人便来了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，殿下，五皇子今天早上一醒就开始嚷嚷着要见魏蓉蓉。差点把他给忘了。你准备一下，咱们这就出发。丰收村的村子比小麦村要大一些。五皇子被带下了马，一路上他颠簸的有些晕，不过一落地，他立刻将目光投向后方，看到魏蓉蓉被押过来之后，激动极了。皇兄，蓉蓉犯了什么错？你们怎么敢打她？咱们到这儿做什么？就你话多。今日薛忠早就有交代，所以丰收村的村正快速的拿来了刷毛册用的东西，并且分给了五皇子一个。五皇子一脸茫然，眼里哪是清澈的愚蠢。恭喜你，今天就可以和你最爱的蓉蓉姑娘一起为丰收村的百姓刷毛册了。诸位，请跟我走吧。刷什么？带走！薛忠赶紧让人把他们押去干活了。我不走！你放开本宫！本宫是大齐的五皇子！你们疯了吗？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！楚成渊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魏安宁不会放过你的！五皇子在被带走，并且离第一户人家茅厕越来越近的那一刻，彻底抓狂了。恭喜主人，原主负能量团减少，获得复仇点加160，获得商城积分16万，累计128.5万。检测到原主负能量团波动，微小波动将累计发放。五皇子狼狈的被拖去刷毛册，同他一起来的七皇子和魏柔柔2人都很安静。看到2人熟练的动作，五皇子只觉着惊慌。你们，老七、柔柔，你们2个也疯了！七皇子都快被臭晕了，这些贱民的毛册他昨天刷了1天，
他一个字都不想说，只要一开口就会被熏到。他想吐啊！不然呢？你想被那个贱人活活打死，还是想让太子把你坑死？人都落到这儿了，还能怎么样？你现在回京再说。武殿下，你是为了救我来的吗？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害得殿下也落到这个地步。姐姐她都是因为恨我，如果我死了，想必她就会开心了吧？不许你这么说，我不准你死，谁也不准伤害你。他不过是仗着太子，等回了京城，我要他好看。魏蓉蓉还在哭，心里正想着要怎么把药下给魏安宁，还能把她摘得干干净净的。一整日茅厕刷下来，五皇子从早上精神抖擞还敢叫嚣的他，变得好像失去了灵魂。傍晚，他们终于刷完了最后一家茅厕，被薛忠给带回了村口。原主负能量团波动累计结束，累计获得300复仇点，获得30万积分，累计158.5万。五皇帝见到你心心念念的人，开心了吗？皇兄难道一辈子不打算回京城了？今天的账，回了京城我一定要找你算。别以为这件事我还能接过去。你想怎样，姑不关心。不过谁敢将太子妃牵扯进去，姑便杀谁的至亲至爱。就和当年那个榜眼一样，他与你们还有你们的母妃，在姑眼里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动手的理由变了而已。让人一眼看着便觉心中生寒。五皇子被吓了一跳。娘娘，咱们回去吃饭。来人，把他们都带走。薛忠看着这3个都没动静，当木头人的恶臭园子，捏着鼻子吩咐人：娘娘今天又不看我，他们都臭成什么样了？有我好看？温安宁是玩心大起，开口反问他：让我看你？现在我看你了，楚琳琅，接下来呢？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是不喜欢和我说话吗？楚成渊眼中无措，想张口，可他力气大的让他根本没法说话。马车里气氛在升温，等温安宁准他说话时，楚成渊气息都重了许多。楚琳琅，现在可没有人堵住你的嘴了，让我看着你做什么？你还没说呢。哪怕什么也不做，我也想吸引你的目光。宁宁，一直看着行吗？如果不行呢？如果不行，那年年就多疼疼我。楚成渊将他就这么死死地锁在怀里，温安宁也没挣脱，他可太喜欢捏人的楚琳琅了。床里朱红帐内，温安宁将人堵在床角，楚成渊很配合地做出了一脸无措的表情，他眼中含笑，无辜地问魏安宁：宁宁，接下来我该喊救命吗？那太俗了。楚琳琅，你哭给我看。一幅美人垂泪的画面就这么水灵灵出现在魏安宁的眼前，魏安宁都看痴了，他就这么答应了，还这么做了。宁宁，刚刚好看吗？你要怎么奖励我？屋里的气氛逐渐开始焦灼起来，然而还没等魏安宁说什么呢，外面吴光和略有些着急地对门前侍卫道：快去通禀，圣上来旨，责令太子明日归京。正准备被奖励的楚成渊脸上热气未散，心里更热，不过是被气的。楚琳琅，下次一定。两人出了屋，吴光和一眼就看到了不大高兴的大外甥和笑得开心的太子妃魏安宁。殿下，皇上来圣旨了，五皇子昨日才来，圣旨今天就跟着来了，只怕是京城那边知道什么了。这次过来的人是皇上的亲信，御前1等侍卫首领贺金图，他成天跟个苦瓜一样，不好说话。舅舅，你房子盖完了吗？还差多少没盖完？回了京城，舅舅就得用私房钱，以我和年宁的名义施粥多少天，每天定额500两银子。楚成渊说完，吴光和腿都软了，他就没盖多少，这不得施粥1整年呢？吴光和心中再次怀念起什么都不管的太子。吴光和此刻跑得比兔子都快，只恨自己前2天太散漫了。圣旨呢？太子明日务必归京，此地平叛之事如果没解决，交给五皇子；水渠一事交给7皇子。太子不可以身份压人，坏了政事。中云州的事情收尾，圣上指定属下来帮助2位殿下。怪不得是口谕，原来是指责姑啊。太子殿下，京城那边有些传言，圣上很不满。贺清图提醒了一句，楚成渊没有说话，也并未表示愿不愿意。此地叛乱已平，无需姑的五皇帝做什么。姑担心他乱跑有危险，
已经将他控制住了，他随孤一起回去。至于七皇帝，他来到此地便对孤不尊，办事不力，十分懈怠。孤以大齐百姓为先，监督修道水学的事情交给孤的表弟吴影霄了，他也得随孤回去。至于你也得跟孤回去。中云州怎么办，什么时候回去，全部都是孤说了算。什么？贺清图人都听傻了，太子这是同意回京了，但是圣上的口谕他是半字也没听啊。孤的话说的不是挺清楚吗？薛忠，把他也带下去。我？薛大人，我是奉皇命前来传旨，你……贺清图只觉得荒唐。他今年刚20有3，便已是御前1等侍卫的统领，深受皇上看重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他家世显赫，他有着无数的光环，但是在这一刻，贺清图发现都没什么用啊！本官知道贺侍卫是奉命而来，你怕什么？本官只是奉命请大人入府休息，在此地一切都听太子殿下的。毕竟大人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皇上传旨给你了？我这个人心眼子实，我可信不得你。薛忠说完就把人给带走了。重新回了房间，温安宁正琢磨着明天出发之前得榨干他们最后一点价值呢，人就已经被楚成渊缠上了。回过神来，人都已经在床上了。娘娘，碍眼的人没有了，快等等我。好啊，不过我还有些事情要先与殿下说。殿下，你低低头，关灯。翌日天还未大亮呢，薛府就开始有了动静。被分水和茅厕折磨得快崩溃的五皇子还没睡多久，人就已经被薅起来。他挣扎着被带去了大门口的时候，还在叫嚣：你们等本宫回了京城，一定让父皇杀了你们！他狼狈地踉跄了一下，在门口站稳，一抬头便看见了坐在马车上温安宁和楚成渊2个人光鲜亮丽地坐在马车里。楚成渊笑着朝他打了个招呼：五皇帝，学会怎么洗茅厕了吗？今天孤给你们一个恩典，谁的茅厕洗得最好，孤就带谁回京，剩下的就在此1个月。才从门内出来的七皇子与魏蓉蓉2个人也恰好听到了这点。七皇子已经快精神恍惚了，但是对太子之位的渴望，还有对回京城报复楚成渊的这份念想，让他再次坚定。他将声音压得极低：叔叔，今日刷茅厕你别太努力了，我回了京城才能将你接回去，否则我们何时能脱离这场折磨？你不过是个弱女子，你先回去的话，谁能保护你？七皇子一套歪理邪说，让魏蓉蓉再次感动，她眼含热泪。那我让武殿下也别跟殿下争。我必禀赋蓉蓉你的这一番真心。2人声音不大，但是对一些会武功的人，还有对魏安宁来说，那就跟大声说话没啥区别。好了，出发吧。楚成渊淡漠地吩咐了一声，然后就将头微微抵着魏安宁的肩，他笑得肚子疼。果然，宁宁的办法就是好用。魏安宁也努力忍着不笑出来，他只是突然想试试，谁能想到他们这么配合呢？最后才从太子府被请出来的贺清图一脸的幻灭，他呆呆傻傻站在原地，脑子里都是刚刚七皇子哄着魏家庶女帮着他争刷茅厕第1名的画面。贺侍卫愣着做什么？殿下说了，等今日的惩罚结束，就直接从青山村的那条路回京。你在这儿耽误什么时间啊？贺清图恍惚看着前面跟个犯人一样被压着走的七皇子，以及刚刚那挥之不去的画面，是没人敢望其项背了。兄长说的没错，放眼天下，不管是他们大齐还是邻居们，不管是放眼过去还是猜测未来，哪个皇子能为了争夺刷茅厕第1名绞尽脑汁呢？拖累皇上？皇上要是这样，那大齐迟早要完呐！兄长是瞎了眼了吗？